绳及锁链，年度 BE 神剧，白鹿与曾舜晞联手打造最虐仙侠之恋。命运的红绳是锁链还是枷锁？当你以为红绳代表缘分，其实它是命运悄然套上的枷锁。2025年最炸裂仙侠剧《王仙陨落》一经预告释出，便在社交平台上掀起腥风血雨，弹幕飙升，网友狂刷编剧你太狠了。这不是一场简单的爱恋，这是两位宿命之人于天地浩劫中反复挣扎的痛感史诗。红盖头下的眼泪是否早已预示悲剧降临？ BE 美学的极致展现，虐到极致才动人心魄。白鹿和曾舜晞这对看似梦幻的组合，却被编剧硬生生拉进炼狱。他们的爱情从第一眼便注定无法善终。白鹿饰演的四灵仙李清月，一人双角，将温柔与冷艳演绎到极致。曾舜晞则一改往日温润如玉，化身为大祭司白九司，一个在神性与人性间挣扎的悲情战神。当白九司用自己的鲜血为李清月画像，那一滴滴血滴落画卷，不只是情谊，更是命运对他的惩罚。一夜新婚，梦碎成伤。谁能想到，一场盛大的婚礼竟成为两人噩梦的开端。红绳本该象征天定姻缘，但在王仙陨落里，它却是血与泪的开端。新婚夜，两人手腕被红绳紧紧缠绕，而红盖头揭开的瞬间，爱与恨同时在他们眼中绽放。曾舜晞那双被痛苦拉扯的眼睛，几乎将观众灵魂撕裂。这一幕，不少网友直接哭到暂停，这不是婚礼，这是诀别。从静云宗弟子到黑莲魔尊，李清月的蜕变是整部剧中最令人揪心的成长线。从一名心怀正道的静云宗弟子，到被世人唾弃的黑莲魔尊，他所经历的并非简单的黑化，而是一次灵魂的重铸。当一个人历经丧子之痛，亲情背叛，被埋于寒地3日3夜后重生，那种痛早已超越人类能承受的极限。他醒来那一刻，已不再是曾经那个柔软善良的李清月，而是一朵在黑暗中绽放的绝望之花。观众在他身上看见了自己在命运碾压下的影子。有时候，我们并非选择变坏，而是被逼得无路可走。李清月的黑莲不是恶意的象征，而是顽强生长的证据。在他每一次反击中，我们读到的不只是复仇，更是一种倔强的活着。这段剧情让许多女性观众破防，因为她的命运太真实了，善良换不来公道，温柔抵不过陷害。李清月的强大不是天生，而是在一次次濒死挣扎中锤炼而来。正因为曾脆弱过，所以她的冷酷才显得更有重量。白九司，美强惨的终极定义。白九司这个角色注定令人心碎。她不只是美强惨的代言人，更是整个仙侠世界里最孤独的神。她有能力拯救苍生，却无力护住唯一深爱的女子。她掌握无上神力，却在情感中步步退让，卑微到尘埃。她不是输在敌人手里，而是输在命运和责任之间的撕裂之中。剧中一幕幕震撼的画面，把这个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尤其是在被铁链贯穿肩骨那一刻，她没有喊痛，只是微微颤抖，吐出黑血。她用身体替李清月挡住天雷，用灵力换她短暂清醒。这种爱，安静又浓烈，像雪地里的火焰，看似冷静却灼烧灵魂。许多观众在评论中表示，白九司不是最惨男主，而是最深情的神。他的悲剧在于，他明明拥有一切，却选择为了爱甘愿舍弃。他不是弱，而是太强，以至于所有痛苦只能自己扛。他的惨是有尊严、有担当的惨，那种牺牲自我、成全他人的伟大。甜虐交织，泪点不断。王仙陨落，最让人上头的地方，就是甜中藏刀，虐而不俗。编剧在情感节奏上的拿捏堪称艺术，不是一味堆砌悲剧桥段，而是在每一次情感高潮中植入反转，令观众始终保持高度情绪波动。例如白九司为李清月画像那场戏，前一秒你会被他眼中的温柔打动，下一秒就被他的呕血震惊。这种极致反差把情绪扯到最高点。在李清月对白九司说，你若为我画一次，便是此生定情时，我们看到了一丝温柔曙光。可画完之后，他的手在颤抖，嘴角已溢出血丝。
他以血作墨，只为再见他一笑。这样的场景不是单纯虐恋，而是深度共情。我们每个人在爱里是否也曾默默付出到极限，只求对方一笑？正是这种虐的合理、痛的有深意的设计，让这部剧不只是赚眼泪的工具，而是真正打动人心的艺术品。你不是在看一段恋情，而是在见证两个灵魂的纠缠与升华。这种情感密度是很多仙侠剧无法做到的。特效、配乐、画面全线炸裂。除了剧情本身，王仙陨落在视觉与听觉上的呈现也堪称教科书级别。这部剧并未为了情感渲染而放弃制作水准，反而用一流的视效增强了情感张力。比如白九丝封印雷劫那一幕，整整3分钟的镜头语言，没有一句对白，全靠眼神、背景音与雷光交织，观众却被牢牢定在屏幕前。当天雷轰顶，他站在山巅，衣袂飞扬，银发散乱，脚下的浮石一点点崩碎，那种决然与孤独直接击穿观众的心理防线。而配乐团队更是精准补刀，加入笛声与低频鼓点，仿佛每一下都敲在心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该剧并没有使用过度的滤镜或夸张的特效，而是追求自然与真实感的融合。每一帧画面都讲究构图美感，甚至在镜头角度和光线运用上也体现出电影级的水准。比如黑莲盛放那一幕，镜头从花瓣内部推进，旋转拍摄出莲花怒放的过程，极具视觉冲击。这样的美术水准不只是好看，而是一种沉浸式体验。你不是在看一部剧，而是走进了李清月与白九丝的世界。2025年度 KPI 级别神剧，不追真的会后悔。从剧本到演员，从画面到情绪，这部剧不是来娱乐你，而是来刺痛你。王仙陨落不仅刷新了仙侠剧的审美上限，更重新定义了什么叫情感暴击。如果你曾错过东宫、香蜜、苍兰诀，那这一次请不要再错过王仙陨落。因为这一部可能是你人生中唯一一部愿意为之痛并快乐着的 BE 美学之巅。每一次眼泪都是这部剧的勋章。我们总以为仙侠剧不过是虚构的童话，然而王仙陨落用一次次情绪的碾压告诉我们，真正打动人心的是爱而不得，是放手不舍，是为他而死的那一刻决绝。感谢观看。如果你也被李清月和白九丝的故事感动，不妨在评论区留下你最泪崩的一幕，我们一起共情，一起疗愈。别忘了点赞、评论并关注频道，后续我们将为你带来更多仙侠剧深度解析与幕后花絮。你的每一个互动都是我们继续讲述好故事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次见。